4500，一步之遥，却功亏一篑。隔夜黄金一度冲到4467，离4500这道整数大关只剩30多美元，然后掉头就走，收盘落在4420.4，单日跌掉1.05%。白银跌得更急，一天回吐1.7%，从65.7块的高位滑到64.5块。所以问题来了，这波从4500门口摔下来的回落，到底是涨势见顶的反转，还是声浪半途，主力甩人的一次洗盘？大家好，欢迎来到点金日记，我是您的贵金属向导小金。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我们照例回顾隔夜这个刚刚收官的美盘交易日，再一起看看今天该盯住哪些位置。老规矩，先郑重提醒一句，我在节目里讲的所有内容，都只是我个人的观察和看法，不构成任何投资、交易或理财建议。市场有风险，你的每一个决定都请务必自己独立判断。在深入之前，先用30秒给你今天的3个核心要点。第一，隔夜黄金白银双双回落，黄金收在4420.4，跌1.05%，白银收64.59块，跌1.7%，涨势暂时踩了刹车。第二，今天真正的主角不是什么大利空，而是4500关口前的获利了结，外加美债收益率和美元的托底，让多头选择先落袋为安。第三，接下来你只需要死死盯住一个数字，4400这道心理关口，它守不守得住，就是判断这波是洗盘还是反转的分水岭。好，接下来我们就一个一个把这几点讲透。先说整体的盘面感觉，昨天这一根 K 线，说白了就是一次典型的高位变脸。前面几个交易日，金价从4000出头一路往上啃，气势很猛，一度让所有人都觉得4500唾手可得。可越靠近整数大关，买盘就越犹豫。隔夜价格冲到4467之后，上方的抛压一下子涌了出来，多头没顶住，价格就顺着往下滑，最后收在4420.4。黄金跌1.05%，白银跌得更多1.7%，两个市场是同涨同跌，方向一致。你别被这个1点多的跌幅吓到，放在前面那一大段涨势里看，它其实只回吐了很小一部分涨幅。单看这一周，黄金到收盘为止仍然是上涨的，所以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从来不是黄金要崩了，而是这台一直在往上爬的电梯，中途停了一层，喘了口气，到底是准备继续往上，还是要掉头往下？这里我得跟昨天的判断做个诚实的对账。我昨天在节目里反复强调过一句话，4500不破，就先别急着喊突破，还特意提醒大家，黄金那时候的 RSI 已经小幅超买，一旦当晚数据出来，回踩洗盘的风险主要集中在黄金这一端。现在回头看，这个提醒是踩准了的。4500这道关，昨晚确实一次都没能真正摸到，价格就掉了头。而我划出的多头底线4400，收盘4420，是稳稳守在上方的。所以这波回落，目前为止还在剧本之内，没有失控。这也正是我们今天要一层层拆开的核心问题。那把镜头拉近，先看黄金自己的这条路怎么走的。隔夜整个区间，最高4467，最低回到4400附近，全天振幅其实不算特别夸张，但方向很清楚，上冲、遇阻、回落，是一个标准的冲高回落形态。买盘在4467那一带明显交棒给了卖盘，说明在4500这个整数关下方，获利盘和空头是有默契的，谁都想在这里先兑现一部分利润。这种整数关口前的犹豫其实特别常见，你可以把4500想象成一堵心理上的高墙，价格第一次去撞它的时候，往往撞不过去，得先退回来蓄一蓄力，把浮筹换手换干净了，才有可能真正翻过去。所以这道墙第一次没攻下来，并不奇怪，也不必急着当成坏事。不过你要注意一个关键背景，
即便昨天跌了1%，黄金依然稳稳站在50日均线4157的上方，离它还有200多美元的安全垫。也就是说，从中期趋势看，多头的地基没有松动，这更像是快速拉升之后的一次正常喘息，而不是趋势的崩塌。谁在控盘？短线的主动权暂时交到了想落袋的那批人手里，但中期的方向盘还牢牢握在多头手上。金城亚洲盘现在大约报在4411，比收盘又软了一点，这个只是给你一个及时的参考，真正定调的还是昨天那根收盘4420.4的 K 线。轮到白银，昨天白银收在64.59块，跌1.7%，跌幅差不多是黄金的1.6倍。你可能会问，凭什么白银总是涨的时候比黄金猛，跌的时候也比黄金狠？这就是白银的天性，它是黄金那个高弹性的表弟。白银盘子小，投机属性重，又多了一层工业需求的身份，所以每当贵金属整体波动，白银就像加了杠杆一样，把黄金的动作放大来做。昨天贵金属集体回调，白银自然就成了跌得最起劲儿的那一个。这本身并不是白银出了什么单独的利空，只是它高贝塔的老毛病又犯了。反映到金银比价上，昨天这个比值从68.0小幅回到了68.4，这个变化不大，但方向上告诉我们，在这一次回调里，领涨的接力棒又稍稍从白银手里滑回了黄金。换句话说，白银这波跟跌跟的比黄金更卖力，短线上是相对偏弱的那一方。当然，比价从68.4这个水平往长里看，仍然是偏高的。历史上白银真正走强的大行情里，这个比值往往会明显往下压。所以对偏爱白银的朋友来说，只要贵金属的中期逻辑还在，比价高位反而意味着白银后面还有追赶的空间。不过就昨天这一天而言，因为白银并没有走出自己独立的故事，只是老老实实跟着黄金的节奏放大操作，我们就不在它身上多花笔墨，把时间留给真正推动价格的那几个因素。好，那真正让金价从4500门口退下来的到底是什么？答案不是什么突发的大利空，而是两股很朴素的力量。一是整数关口前的获利了结，二是美债收益率和美元的悄悄托底。我一个一个帮你拆。先说获利了结，这个最好理解。价格几天之内从4000出头冲到4467，涨幅可观。很多早就埋伏在里面的资金，看到4500近在眼前却迟迟攻不下，第一反应就是先卖一部分，把利润装进口袋。这种集体兑现本身就会形成一股向下的抛压。再说美债收益率和美元这条线，这是压制金价更深一层的机制。你要记住，黄金是一种不生息的资产，拿着它，它不会给你利息，也不会给你分红。而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现在还在 4.7% 这样一个偏高的位置，这就好比同一条街上，隔壁摊位摆着一个几乎无风险，还能稳稳给你4.7个点利息的选择，那我手里这块不生利息的金子，吸引力自然就被比下去了一截。收益率越高，越是居高不下，持有黄金的这个机会成本就越贵，金价头顶的这块天花板也就压得越低。与此同时，收益率坚挺往往伴随着美元的坚挺，这两件事经常是一块发生的。而黄金是用美元标价的，美元一硬，对那些拿着欧元、日元、人民币的海外买家来说，同样1盎司黄金换算回自己的货币就更贵了，买起来自然更肉疼，更下不去手，需求端就被悄悄压掉一块。你把这两条线并在一起看就清楚了。获利了结提供了向下的第一推动力，收益率和美元则顺势在旁边帮着按了一把手。没有惊天动地的大利空，仅仅是这几股偏空的力量温和叠加，就足以让金价在4500门口知难而退。这也提醒我们，越是接近整数大关，市场对这种偏空信号就越敏感。地缘政治这条线，今天得实事求是地说，是缺席的。
隔夜并没有冒出什么新的突发风险事件，来给黄金提供额外的避险买盘。这一点其实很重要，因为它反过来解释了昨天的回落为什么能走得这么顺。当市场没有恐慌，没有人急着往黄金里躲的时候，金价就少了一根最有力的支撑绳，纯粹由获利了结和利率、美元这些偏空的因素说了算。所以你可以把避险情绪的暂时缺位当成这次回调能够顺畅下滑的一个背景注脚。顺着利率这条线就绕不开美联储。眼下市场最纠结的还是9月这次会议到底怎么走。前几天偏软的通胀数据确实把市场那种担心被迫加息的紧张情绪缓解了不少，这也是前段时间金价能一路往上冲的底气所在。但你要清醒地看到，通胀的绝对水平仍然在3%以上，离美联储心心念念的2%目标还有一段距离。这意味着大幅、快速降息的那扇门其实并没有真正打开，最多算是虚掩着。对黄金来说，这就是一把双刃剑。只要市场还相信利率会慢慢往下走，黄金中期就有支撑。可一旦哪个数据偏热，让大家重新担心高利率要维持得更高更久，那金价短线就会像昨天这样被收益率牵着往回走。这里我想跟你讲清楚一个更本质的概念，实际利率，也就是名义利率减掉通胀之后，真正剩到你手里的那部分回报。为什么它对黄金这么重要？因为当实际利率很高的时候，你把钱放进债券，扣掉通胀还能实实在在的增值，那持有不升息的黄金就很吃亏。反过来，一旦实际利率往下走，甚至转负，现金和债券越拿越缩水，黄金这种能保值的硬通货，吸引力立刻就回来了。所以说到底，真正决定黄金长期命运的胜负手，不是名义上那个利率数字，而是这个扣掉通胀后的实际利率往哪个方向走。从技术面来看，黄金现在的位置其实很清晰，你只要抓住上下2道线，上方的压力第一道就在4470，也就是昨天冲高回落的那个高点，这道坎不带量突破，4500就无从谈起。再往上才是4500乃至更关键的200日均线4588，下方的支撑第一道是4400这个心理整数关，昨天收盘稳稳守在它上方，这是多头眼下的底线。万一带量跌破，下一个像样的支撑要看到4300附近，再往下才是50日均线4157那条多头生命线。再说说动能，黄金昨天的14日 RSI 从前一天小幅超买的71回落到了 65.5。 这里简单解释一下， RSI 是衡量涨跌动能强弱的指标，读数越高说明买盘越亢奋，越接近超买，越低则越接近超卖。 65.5 这个数正好落在中性偏多的区间，它既没有超买那种随时要大幅回吐的紧绷，也没有转弱破位的迹象。这一点对我们开头那个问题很关键，超买的压力已经被昨天这根回调 K 线释放掉了一部分，动能回到了一个更健康、更可持续的位置。换句话说， RSI 给出的信号更偏向于洗盘，而不是反转。白银的技术面逻辑跟黄金是一套，你把关键位置记住就行。上方压力看65.7，也就是它前一天的高点，下方支撑先看64这个整数关，稳住了就还在强势结构里，真要带量跌破，就得回补到63.5一带。白银的14日 RSI 目前在60点，比黄金还要温和，稳稳待在中性区里，既不超买也不超卖，说明它虽然跟跌，但内部动能并没有被打坏，往下的空间和往上的余力都还留着。说到这儿，我必须泼一盆冷水，认真讲讲风险。我今天把这波回落更多定性为洗盘，但你一定要明白，这是基于概率的判断，不是板上钉钉的结论。市场最擅长的就是打脸每一个把话说太满的人。万一今晚出现意外的偏空消息，或者4400这道底线被带量击穿，那剧本随时可能改写，洗盘也能演变成真正的回调甚至反转。所以无论你现在手里是多是空，
都请务必控制好仓位，设好你的止损，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因为一根 K 线就上头。记住，机会永远都有，本金却只有一份，先活下来，才有资格谈盈利。谨慎永远是我们在这个市场里活得久的第一原则。那么落到今日关注与后市展望，我把它拆成短线和长线两层，帮你把时间维度理清楚。先说短线怎么看，短线的核心就是4400和4470这上下两道线的争夺。乐观的情形是，只要金价能守住4400，并且重新带量站上4470线板毫无资接的地方，多头休整完毕，有望再次向4500发起冲击。悲观的情形则是，如果4400被带量跌破，那就要警惕回调进一步向4300甚至50日均线4157延伸，那样这波的性质就得重新定义了。日程上，本周后段还要留意零售销售和消费者信心这类数据，它们能帮我们摸一摸美国消费的冷热，以及老百姓对未来通胀的预期温度。任何一个偏离预期的读数，都可能给收益率和美元添一把火或者浇一盆水，从而在短线上牵动金价。而把视线放远一点，月底前后全球央行的年度会议是更大的一个变量。每年这个时候，市场都会竖起耳朵听里面关于利率路径的措辞，一句偏鹰或者偏鸽的表态，都可能成为下一波行情的导火索。所以短线这几天，我的建议是不要重仓压单一方向，让子弹先飞一会儿，等关键位置给出明确答案再动手。再说长线怎么看，把镜头拉到几个月甚至更长的维度，我对黄金的结构性方向依然是偏乐观的。全球央行还在持续购金，去美元化的大趋势没有变，美国那笔越滚越大的债务，以及实际利率长期向下的空间，这些才是托举金价的深层地基，它们不会因为一两天的回调而动摇。所以你会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组合，短线我偏谨慎，得先看4400守不守，长线我依旧偏多。这两个判断并不矛盾，他们只是站在不同的时间尺度上说话。那么回到开头那个问题，这波从4500门口下来的回落，到底是反转还是洗盘？我的判断是，目前更像洗盘，而不是反转。3个理由：第一，多头底线4400收盘守住了；第二，价格依然高高站在50日均线上方，中期趋势没坏；第三，超买的 RSI 已经回落到中性偏多的健康区间，动能不是崩溃，而是休整。但我把丑话说在前面，要把洗盘正位，确认反转，需要看到金价带量跌破4400，并且丢掉50日均线。在那之前，这就是声浪里的一次喘息。一句话送给你，今天4400不破，回调就还是声浪里的喘息。那你怎么看？你觉得金价这波回落会不会最终跌破4400这道心理关口？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判断。最后，再次郑重提醒大家，我以上讲的全部内容，仅仅是我个人的分析和观点，不构成任何投资或交易建议。贵金属市场波动剧烈，任何操作的盈亏都由你自己承担，请你务必保持谨慎，独立做出属于自己的决定。好了，如果今天这期内容对你有帮助，别忘了点赞、订阅，并且打开那个小铃铛，这样每天清晨的第一手行情解读就不会错过。我是小金，我们明天继续点金，明天见。